中国味道匠心酿造，本节目由400年正宗中国味海天独家冠名播出。尝美味享优惠，封神餐厅订得到。本节目由让你顿顿都封神的美团团购联合赞助播出。小象超市30分钟快送超市，感谢节目官方食材供应商小象超市赞助播出。一饭封神尝百味，一杯宫酪品匠心。本节目由一口爱上中国味的宫酪酸奶赞助播出。好水煲好汤，好水煮好饭。本节目由每一滴都有源头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Como 管家厨神到家，本节目由一句话就能轻松做好菜的 Como 全屋智能赞助播出。一饭封神更懂美味，麦麸迪解码贴心更懂犬猫，本节目由麦麸迪指定赞助播出。卫龙高鲜牛肝菌魔芋爽，鲜香爽，本节目由卫龙魔芋爽赞助播出。中国味道匠心酿造，本节目由400年正宗中国味海天独家冠名播出。2对2大小厨对决，获得票数更多的是大厨阵营。现在大厨已经进了10个人了。我觉得小厨会团面，这个也太碾压了吧！又是大厨，小厨太惨了。我们要为我们的小厨争一口气。获得票数更多的一组选手是小厨组特务 J 厨港厨潜力股。在传统红烧肉基础上做结构创新，我们对自己的菜其实是很有信心的。红烧肉投票结果是，应该是2比1，这次应该是2比1，3比0， 3比0，3比0。谁呀？3比0。获得票数更多的是红烧肉大厨。大厨组陈明媚、赵勇。恭喜恭喜！押对了，押对了。我觉得这2道菜其实的创意都特别厉害，但我选金甲红烧肉的理由是，它在保持传统的红烧肉的味道，又做了一个新的迭代，包括整个呈现方式、温度都很好。这个比赛呢，我觉得，重点一定要好吃了。第二就是我要看我吃下去的感觉是不是对你们的主题红烧肉是感觉是一样的。小区那边呢做了一个不能说是红烧肉了，是个红烧海鲜来的。他们做一个焦糖的时候呢，我觉得有一点过了。小厨那边少了猪肉本身该有的这个香气，跟红烧酱汁碰撞起来的这个熟悉的味道，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谢谢你们。这个比赛结果我非常的满意。我觉得，这个比赛的意义对我来说就是战胜自己，然后开拓自己无限的可能。我觉得我做到了，好吧？也没有遗憾了。对，我觉得还是挺开心的，至少受过肯定。对啊。然后即使失败了，咱也虽败犹荣。在整个比赛过程中还蛮松弛的，我觉得梅姐跟一起合作也是蛮开心的。太谢谢这个搭档了。数据这么多，就像麦麸迪 Warm Data 记录8万多份犬猫天性喂养报告。研究这么透，就像麦麸迪 Warm Data 不只研究家养犬猫，还研究野生犬猫科。工艺这么顶，就像麦麸迪 Warm Data 解码推出永生鲜肉粮，一饭封神更懂美味。麦麸迪解码天性更懂犬猫。现在小厨只有1组是进的，太刺激了！哦，这样那么高啊！小厨有点压力了。你看，一看就是大厨，很轻松。我看到只有2个小厨入局，我是觉得
惊讶的，因为之前我是小厨嘛，所以你还是希望他们加油。会紧张，因为我们小厨阵营气势比较低迷，所以是有一点点压迫感。我们是最后一组，压力非常大。前面小厨只有唯一一组入局，所以我就是想去赢他。虽然他们2个都非常强，但是呢，我是打不死的引擎，不会停的发动机，遇强则强。我对我们非常有信心，当然想赢。我们的菜没有输的理由。一开始我最不想对上的就是全哥，32强当中呢，最强就是全哥这一组。但是呢，我觉得全哥很值得一战，选全哥，全哥万分棒，选全哥，有点，起码就是让他知道我们想挑战他们。全哥，你们怎么想？粤菜引擎你上了吧？对呀，我跟你讲，你就在这个节目里干翻他，扬名立万。其实我考虑了很久，最后还是选了他。虽然是有点冒险，但是呢，就是来了，我觉得要享受这个过程，以战胜他，去致敬他。哎呀，本是同根生啊，就很巧走在一起。我跟他也是广东人，蔡师傅跟他也是台湾人，我觉得这样对抗是很有意思的事情。选择了油焖大虾的时候呢，其实我对这个菜品不是很了解的。油焖大虾，油焖大虾，这是北方菜嘛，鲁菜。就粤菜的一个虾的做法呢，就是美极干煎啊、石锅烧啊，或者是避风塘。但是呢，油焖呢就不是我们的专长。油焖大虾，山东菜，别人做了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超越他 ？OK， 我们就想一想，最后想到我们可以借鉴玻璃沙球的做法。刚才我们说了，做一个第一个就是玻璃沙球。哦，玻璃沙球，对我老实讲，其实我内心是有点害怕跟他组队的。你看看他打拳，脸又长得那么凶，哦，对不对？然后他送到评委那的时候，他的香气就一直跑出来，所以我可以啊。闻一下这个虾油。哇，这个虾相当的很纯哦。现在看你嘞，你越来越帅了哦。哎，你别讲这个，你不要讲这个，真的，我搞得我都害羞了。想不到他也是愿意去接受很多新的不一样的东西出现。他站到这么高的位置，他又愿意听你讲，这是他成功的地方。蔡老师的虾油真的做得很好，所以分工就是我负责做虾，他负责沙汤、沙油。我们今天做的这个菜叫油焖鸳鸯虾。鸳鸯虾是由一熟一生2部分组成，熟的部分是粤菜传统做法玻璃沙球。玻璃沙球它要求的就是选一个好的虾，颜色雪白晶剔透的那种，吃起来爽润滑，里面带汁。虾的品种太多了，每一个地区同一个品种、同一个类别的虾，出来的效果都不一样。我们试了很多种，最后选定了大虎虾。可以，哇，得到要求了，颜色好，口感好，沙的润滑度刚刚适合我这样做。全哥你有什么想法？半截虾，半截虾吗？好大的半截虾。对啊。首先解冻之后，我就把那壳去掉，我们把虾上面一层薄薄的那种红衣去理干净，沿着虾的背部用刀从头划到虾尾，这样处理受热后自然卷成球状。这辈子有多少人可以站在旁边看全哥做事的？这一辈子这个位置给我拿走了。哎，全哥有镜头在看的，注意一下形象啊！为了达到我们想要的口感呢，首先我们用盐跟糖充分搅拌，使其入味，最后放入冰箱里静置20分钟。全哥，热水我帮你煮喽。什么？看看全哥他们。他们做什么菜都不重要，重要是我们自己做什么菜。这次我们带来独创的国潮奶酪油焖大虾，是大胆的一个尝试。我觉得就是可以用那个鲁菜的方式去做，就是我知道油焖大虾是算属于鲁菜嘛，然后我想说用这个方向去做。但是呢，就我会感觉，如果是我就是做粤菜的师傅去做鲁菜的版本呢，就不够正宗。
在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俩其实是有分歧的。吴燕小兄弟呢是想做传统的鲁菜版本油焖大虾，而我想做的是湖北潜江那种口味偏辣的油焖大虾。在我们争执的时候呢，我做了一个我比较拿手的味极鲜油焖大虾，是我们餐厅的一个爆款来的。哇，香！你试一下，这个怎么样？怎么样？我的感受非常好，好吃，不愧是招牌菜。但是我觉得拿这个去比赛的话，我感觉是有点太传统了。不会吧？我觉得有点太传统了。我觉得因为我们去参加比赛，然后有3位评审老师，然后他们可能更希望看到的是结合，就是属于引擎大哥你的特色，然后再加上我的特色，然后我们去怎么样去改变它的味道。那我经过讨论，决定了融入我们各自家乡的一些元素在里面，组成一个我们心目中的一个油焖大虾。我们最后选的罗氏虾做主体虾，因为罗氏虾它体型比较大，肉质又饱满。先剪虾，那你剪这个，我来剥这个。然后我们还选了一些花虾、磷虾来做虾汤和虾油。有这个花虾，这个会香一点。我们把处理好的虾，先用油炸一下，去除它的水分和腥味。炸好的虾一半用来熬虾油，一半用来煮虾汤。熬虾油，先加入辣油，炸好的虾、姜片、葱、红葱头，这样熬出来的虾油带有轻微香辣。让它慢慢练。剩下的那一半虾就用来煮虾汤。在引擎大哥煮虾汤的同时，我就去把虾仁跟墨鱼酱去混合，打成胶，再去把它剁碎。他讲是不是想做一个虾的面条？有可能。剁碎完之后，把它装入裱花袋，就烧水，然后就去做这个虾面。哎，还是很不错哦。哦，够细了。它下面做的够细，然后呢还是很 Q 弹的，我觉得这是它加分的一个地方。还是很爽哦，啊，这个虾新鲜，可以啊，好，够鲜，够鲜就可以，可以。然后用热水烫过的韭菜，把虾面绑起来的备用。他们做了虾面加油虾汤，那油去哪了？那里。这个虾油最后再加入一些干辣椒。哇，这个油好香哦！你闻一下，闻一下，香不香？啊 ，OK， 可以的吧？在。我的虾油可以了哈。哇，它那个油的颜色好亮，加了辣椒。然后我看大厨这一组也要熬一个虾油。对。油焖大虾嘛，加油也是重中之重。首先将甜虾放水里煮过，然后我拿去烤箱烤过。因为甜虾在冰箱里冷冻过，这样可以去除冰箱味。为了保持虾汤和虾油的稳定性，我们带了2台机器用在机器里面制作，一个机器制作虾油，一个制作虾汤。好奢侈啊！用甜虾来熬虾油，它那个虾好大。我不喜欢那种复杂虾，我喜欢清雅干净的一个虾味，所以我选择甜虾。虾油加入葡萄籽油，虾汤加入水。跟姜搅碎以后呢，加热98度，去把它制作一个烹饪的效果。最后在纱布上过滤，得到原汁原味的虾油。还有虾汤，这个虾汤用来最后油焖虾收汁用。沙汤我们做了2种，除了蔡老师做的，我也做了一种将处理下来的虾头、虾壳、虾尾煎炒之后，做一个沙汤。这个沙汤呢是用来冲干冰，让评委提前闻到虾的味道。这道菜灵魂就是虾油跟虾汤。
接下来将腌制好的虾取出，用纸吸干水分，这样滑油的时候不会溅起泡沫。慢慢开，开不了。我不要，哦，开不了啊！你厉害。最后我们用一些细粉、一些糖，加入蛋清，充分搅拌，都腌入味了。会不会按摩？会不会按摩？对啊。我还煮了2杯咖啡，跟全哥1人1杯。我觉得认识几个光头人冲咖啡挺好的，其中一个。哎呦，我冲港式咖啡、港式奶茶更厉害。油焖大虾这个菜，我感觉小时候都是参加什么婚礼那种才会吃，家里也没有人做。宴席菜啊，对吧？其实家里更多像广东就是白灼一下，就吃它的本味。我弄这个国潮奶酪汁先哈。好，国潮奶酪汁就是我们油焖大虾这个汁，制作这个酱汁，先用虾汤做底汁，然后加入顺德非为特色的传统乳制本顺德牛乳，它是咸口的。我们小时候呢就经常用它来配白粥，非常有风味。腐乳汁，为了凸显牛乳浓郁的风味呢，我还选用了广式的腐乳汁作为配搭，用量200克，然后加入10克砂糖、淀粉15克，以及虾油，调制出粤式的焖虾酱汁。这款酱汁奶香馥郁，质感酷似奶酪，因此我们就叫它国潮奶酪油焖虾汁。可以吧？可以啊。对，我觉得蛮浓厚的，完美，太完美了吧！我先煮透它，再让它浓一点，好不好？嗯。小厨跟大叔这个菜，我觉得都做得很大一个创新。我来一位试试吧，搞一个来试试。OK 啊。玻璃沙球非常讲究的是那火候的控制，我们吃到里面有轻微糖心的味道，沙才不会老。为了更好把控那个沙的火候，所以我们先做了一个试试。我们用的是粤菜的手法，用滑油的方式低温泡熟。出锅后沥水1到2分钟，来上来一点点就好了。放入少量的虾汤，加水淀粉，小火调成透亮的薄芡，再下入沥干油的虾球，快速翻勺裹匀汤汁，虾球挂满芡，立马关火装盘。熟度够不够？熟度我可以觉得再深一点，再深一点。然后再小一点，再大致的。再深一点，再深一点，太熟。好的，虾的熟度很重要。那两边用的虾甲很不同。对，一个海里的，一个河里的嘛。但如果单看食材来，肯定是番茄虾取胜。对，它的鲜味比较好一点。螺丝虾就是它比较大，对，但是没有什么味道。不好果味，不好进味。对。那是用什么虾啊？他们是用什么虾？没看到哦，没看到哦。不用理它用什么虾，反正我们这个虾就是大虾。该提前准备的都处理完之后，我们再一起去弄我们的主体，这个做油焖大虾的罗氏虾，先把这个虾头给处理，然后把虾脚给剪开了，把虾身给剪开。然后用牙签把它的尾巴固定住，就避免它在制作的时候弯曲了。捞味啊，你来捞吧。然后用蛋黄和生粉调成稠糊，给大虾捞味上浆。我烫那个虾头先了啊。好。在做法上呢，我先处理这个虾头，文火慢煮至6分熟，先锁住虾头内饱满的虾膏。我烫虾尾，你把竹签弄出来。好，烫。再单独把虾尾烫熟，最后采用低温有劲的烹饪手法，恒温将那整只虾浸至8成熟。这样温和的做法呢，避免虾肉的肉质变老变柴。他们罗氏虾，你看每一只都爆高，每一个头都很大。
所以它虾头其实很多发挥的空间。那个虾的生熟也要控制得很好，不容易做。全哥，你们还有多久啊？快好了，2个同步好不好？那我们也差不多了吧？哎，可以做了，全哥。可以吗？很快哦，最后15分钟。我们把控了15分钟来制作这个产品，因为在我们眼里10分钟就解决，15分钟希望给更多的容错率。等一下在这里摆盘，你准备在这边摆盘。好。其实我们这次特别搭配了一款解腻饮品，把柑橘类的皮加热，孵化成带有柑橘香气的烟。先用这个烟熏枪去把这个冰过的杯子去熏。然后把冰好的果汁依序倒进去，然后再把台湾的这种爱玉冻加进去，最后用柠檬片做了一个杯盖，我们给它叫风神炫国饮。这个口味很清新，对，它估计就是想去综合一下油焖大虾里面的腻感啊，对。大家都想要做的饮品就是把味道消除，我这个人就天生反骨，我想要做一个把鲜味放大。虾子是一个谷氨酸，所以我放了昆布，昆布属于谷氨酸。这个饮料的作用是利用氨基酸把虾子的味道拉长以后放到嘴巴里，我希望它的鲜度和虾味是无限放大。哇，全哥，我的果的，OK 吧？哇哦，棒！我们这个虾了，好。最后焖虾，先放黄油，然后酱汁，虾，最后呢就是盖上盖子焖煮。他们虾的做法还挺不一样。我们这个菜是以鲜为主，所以最上面先铺一层沙油垫底，沙油上面是我们的主菜玻璃沙球，再将生的甜沙拍碎盖在上面，撒上柠檬碎、海盐，最后放上9层塔，加一些葱油、生抽，这就是我们的油焖鸳鸯虾。这道菜总的来说是分3个维度去表现。第一维度嗅觉，虾汤配合干冰，让你第一时间闻到淡淡的虾味。第二维度味觉，一熟一生的混合，让你一口吃下去混合的味道，整个层次感都这么出来。第3维度回味，吃完之后喝一口果汁，让虾味在口腔里更持久。这1、2、3个维度就这么设计形成的。哇，这个大虾还是可以的哦。酱汁先铺在这个盘底，然后呢用9层塔油再去点缀。哦，这个好看。当然有我引擎大哥在，能不好看？接着一次放虾油、虾面。我摆这个酸酸，酸酸呢是广东版本的泡菜，可以解腻。就传统的油焖大虾，它是整只虾的。我们那个虾头、虾钳呢是保留整只的形状，这样呢是对那个传统的油焖虾的一个致敬，看起来就比较大气、堂皇。你们不按铃的吗？可以了没？你按，赶快按！下班！这个光头，我忍你很久了，告诉你。下班！哎呀。还是让他们早了一点。油焖大虾的小厨，我觉得整体看起来就比较有滋味感，大厨这边看起来就是比较有高级感。就两者风格完全不一样。觉得跟那一道菜比来说，我的容量更大一点。进去的时候看到他们菜的呈现，其实跟我们也差不多的。在等的过程当中，一直在想，这是能不能赢。我们现在把油焖大虾改成这个版本，我希望它的鲜度和虾味是无限放大，跟各位产生共鸣。
它其实是分2个层次，上下呢有一个对比，下面的虾比较 Q 弹，上面的比较软糯，这是第一口的一个感觉。那火候是很标准的，再加上它的那个饮品，我觉得整个平衡是不错的。评审老师在吃到大厨那边东西的时候，看他们表情是很满意的，其实也是有一点点莫名的那种就是压迫感。请评委品尝后岸陵的菜品。这次我们独创了一个国潮奶酪油焖大虾，希望呢就是遵从食材的本真味，清中求鲜，淡中求美，给到大家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它是下面调了一个很浓的一个汁酱，整个汁酱的味道调的也挺好，是传统的焖虾不一样，它这个呢更加高级一点。它这个面也是虾来的，对，虾。我最欣赏的是他拿奶酪去做的一个平衡，我觉得非常的开胃，而且它逼这个虾油的鲜度是非常强。投票结束。天风老师好，李克老师好，同事好。你好，大家好，大家好。哇，这一对真厉害，哈哈。现在宣布油焖大虾对决结果。2比1。3比0。投票结果是2比1。2比1。哇，还真是2比1哦！被我猜中了。获得票数更多的一组选手是小厨、大厨、曹世全。小厨阵营粤菜引擎午夜实验家。谢谢老师，恭喜！小厨阵营粤菜引擎午夜实验家。真厉害，淘汰了2个那么厉害的，争一口气。我的天哪！我是投了大厨的，只是2道菜真的2道也很好吃，2个都是很平衡的。那我为什么选大厨这边呢？因为甜味、鲜味、咸味全都有了，吃下去的感觉就是有一个 generosity 的 feeling。为什么我没有选小厨的？只是这个虾可以选一个再体现一点的虾，应该再甜一点、鲜一点的方法来做它。明白。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其实大厨这边做的油焖鸳鸯虾没有什么毛病，但是呢，我就觉得油焖，我们如果做西餐这个做法或者这个东西没关系，但是好像跟那个主题是有点偏离。我觉得主题是油焖大虾，那它这道虾跟油焖没关系，即使再好吃也会被扣分。我个人是觉得大厨这边的这道菜呢，整个平衡什么的都非常好的，但是你们这边整个酱汁是很开胃的，我觉得这个面是加了很多分的。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来这节目其实蛮好玩的，体验感觉其实都很好。也结交了很多新的朋友。哎呀，想不到我们也是这一行啊！这边，来吧。
来吧，哎，走吧，是吧？没关系，我觉得完成度挺好的。哎呦，回来了！小厨之光。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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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这里全是中国宝藏经典菜，到处都能感受到我们国家千年的饮食底蕴。咱们地大物博，美食都是一代代传承的，不仅是菜，像这个宫傲呼伦贝尔菌珠奶皮子酸奶，哎，就是用了一杯一发酵的匠心工艺，这可是能追溯到1000年的制造传统技艺。这个台下是中国宝藏菜，咱手里是宝藏酸奶。哪里来的这个？我们内蒙的，好吃，很好吃。情况不简单，又有灶台了。2对2被淘汰的选手们，你们将面对的是复活赛。知道可以参加复活赛的时候，当然很开心的，因为又有一次机会嘛。我太有信心了，我会卷土重来。我上一轮没有发挥的特别好，所以至少扳回一轮吧。复活赛是我们最后一次的机会了，加油吧 ，Last Dance， 最后一舞了。本轮复活赛的主题即将揭晓。哇！哇！木门打开，不会是全部是食材吧？本局复活战的考核主题：奶奶家的菜园子。哇，它真的很像奶奶的菜园子。房檐上会挂很多风干的一些食材，旁边还会有一些发酵的一些腌菜，还有一些酱料啊。各位选手，奶奶家的菜园子考核形式为个人战。个人战 ，individual。你们需要使用菜园子内的食材，在50分钟的时间内制作兼具美味、创意与情感的菜品。评审将按照你们按铃的顺序进行试吃打分，评审将根据分数排名公布本局可以复活的选手名单，晋级名额仅有6位。6个人。算部菜制就50分钟吧，想做好它挺难的，我觉得。在那么短的时间，然后让每位厨师看到什么食材就去拿什么食材，有一种无形的紧张感。我宣布，奶奶家的菜园子复活战现在开始。对于时间的把控还是比较大的挑战，你要够快够精准，不然就很容易翻车了。菜篮子。哎呀，第一感觉不是我擅长，没有海鲜。有想法了吗？我想法这先看有什么蔬菜吧。红薯、番茄、腊肠、鸡蛋。我走进去一看，其实很中餐。来这边之前，我真的没有很强的中餐的底子，对我来讲，其实会比较更难做一点点。没烤箱吧？对啊，奶奶家没烤箱。对，奶奶家没烤箱，没有低温慢煮，器材少了很多。这个尤其是对西餐的大厨们会比较难，做中餐会比较有优势的。这个菜园子对于甜点师来说，我也没有冰淇淋机，那也没有烤箱，看到有腊肉、有鸡，还真的是冻的鸡耶，这些都对我来说并不会常用的一些东西。我脑海中的第一想法是糟了，真的要结束了。
这个就做最土菜，比如这个云南的小伙子，对他们可能就比较友好。小飞龙，我想想，他就可以做什么菜，随手拿来。对，肯定是最多选择的。当我进入奶奶家的菜园子，我看到这些食材虽然来自不同地域，但是我对他们都是很熟悉的。香港里边人就有什么做什么。看到包谷，我想的是做个包谷饭的；看见花生，我想把花生去煮豆苗；火烧茄子啊，腊肉炖土鸡汤，想法太多了。其实，他们的脑子里面可能有50个搭配。这个比赛场对于我来讲是一个很熟悉的场景了。第一是小时候我一直在农村，就是这种感觉；第二，我早期开店，我的店就是那样的场景，布置也是那样布置的，因为回到一个很熟悉的地方，很亲切，很放松。是你的长项，是我们的弱项。说实话，这一场从拿原材料到出餐就50分钟，不管你技术有多好，做米其林也好，还是做西餐的也好，他们再大的本事，在那50分钟，他也不可能发挥得多么惊艳。所以他比的就是一个家常菜。那你猜他做什么菜呢？他这做一个肉饼。对，我觉得他会做一个肉饼冲蛋的汤。看到题目的时候，脑子加速在转啊，到底怎么来说的有特色，然后也拿得出手，又要考虑这个时间，那我就想到了这个就是鲜，那我还不如做汤，肉末汆鸡蛋加木槿花。木槿花因为我很亲切，我老家这个盘东盘上很多这种木槿花，而且这是这个当季最好的一种鲜花食材，煮出来以后它有浆，很滑又脆。把水烧开以后，鸡蛋不要打散，把它煮到还有一点流心的时候，你就下肉末啊，把肉末全部打散放里面，煮出来汤就很鲜。这个时候我就把木槿花下到里面，非常快，就煮的话肯定就几分钟就出来了。食材下锅后的几分钟内，要同时控制鸡蛋、肉末和木槿花3种不同食材的熟度，几乎没有补救空间。然后加调味，放点盐。放点鸡精，做这个汤就胡椒粉要重，加点酱油，最后加一勺刚刚炼出来的猪油，这样做出来就是非常鲜的。我们湖南话的讲法就是笨汤笨菜，因为家里以前喜欢拿汤去拌饭吃，又可以当菜吃，又可以当汤喝。鱼腥草，很多人吃不来，看到鱼腥草的时候就很兴奋了，离大肠更近一点了。很多人怕鱼腥草，所以我才去做这个鱼腥草的。因为鱼腥草是个很好的东西，你要怎么做好它，不要让别人去拒绝它。我切了2种香肠，把五花肉剔下来用肥的，炼了油去炒香肠，再去炒鱼腥草，一定要把它爆香，炒熟了它就不会那么腥。炒好了以后去打个酱。它有这个鱼腥草的纤维，也有肉香的颗粒感。我将鱼腥草酱放在无花果上面，撒了糖，用喷火枪炙烤。鱼腥草、焦糖无花果。第2道菜，我要做一道云南特色菜——干贝土豆丝。做到一半了，我才发现没有葱。我就又跑回去田里边拔了点小葱过来。咁快脆，手速这么快的哦！哎呀，第一个居然是甜点呢！你好，三位老师好。我以为你会等到所有选手之后最后一道上一个糖水呢。我勇敢些，我还有一个小步骤哦，请稍等一下。最后在3位评判老师的面前把这个汤倒进去，因为我希望他看到甜汤美的那一面，就冲进去花瓣一下飘起来的感觉。这颜色好看啊。为什么我会第一个上这个甜汤呢？
作为甜点师，我挑战到现在了，干脆来一碗甜的一个轻松点的甜汤，做一个开场白吧。这是我第一次做这么一个番茄甜汤。是甜品吗？糖水。糖水。不做甜品了，这次不超前了，这次保守了，但这次会 balance。经过昨天的这个 less is more， 有时候就是 less is more， 多一个菜给我呢，我就多一个机会挑你。我会觉得，尝试去做一些轻松点 ，less is more 没有不好。打烂的番茄马上去煮开，煮开之后就澄清，得到清汤之后就下一个蛋白，微温的温度，然后一直捣一直搅拌，然后打出一些花絮状，然后做了一点适当的糖的调味。煮这个番茄甜汤就是没有更加多的口感，所以我就拿了一些木槿花，还有一点的无花果。我是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很不错的搭配，虽然它特别简单。那其实为什么会做这一道甜汤呢？因为我小时候不喜欢吃蛋黄，所以我就做个小时候我奶奶经常给我做的一个番茄蛋的一个方式，去传递一下这种感觉吧，所以就会有了这么一个甜汤。我好喜欢你的处理，非常的温柔。而且这个蛋花在这么的低的一个温度去煮它，但是它完全没有这个蛋心的味道，我好喜欢。谢谢。我觉得你是一个优秀的一个甜品师啊，你能够在这个里面找到灵感，做出一个甜品出来，我觉得已经很了不起了。谢谢榕树。我经常说甜品最不好的东西就是太甜。但是你控制得很好，最后决定放一点点花在里面呢，不单只是好看，带一点口感，在这个本身没有什么口感的一个汤里面呢，我觉得真的很好，很 balance。我很开心，终于有 Vicky 老师吃完我的东西的那一刻。对，感谢3位老师，感谢，谢谢你。哇，我觉得我现在的心情真的是一个过山车，这是唯一一次3位评判老师都吃完，特别的开心又特别的激动。安宁了。更多的紧张是时间在 push 你，所以说你不得不去放快自己的节奏。像我们做土菜要的就是快，顾客不可能在那等你很久。3位评委老师，您尝一下，这是我们从小到大吃的一道笨汤笨菜的菜。趁热，这个要趁热吃。胡椒香味。这个花也很特别，这个口感是很甜，对，汤是什么汤？清水，一定要清水。然后做的新鲜的肉末加猪油，我刚刚炼的一个猪油，好吃的。我做土菜我自己还是有信心，我干了这么多年，我不能保证好看，但是我自己保证味道肯定不差。这个汤也是很鲜、很好喝的。我没有吃过这道传统的版本的这道菜，但是我吃的感觉是超级满足。就是我很想吃完了，完全吃完了。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这是说实话，我晋不晋级对我来讲我已经知足了，因为我至少我做的菜被3位老师认可了，而且我是觉得我做的是一套我自己很熟悉的一套土菜。因为是奶奶家的院子嘛，我们上江回家呢就会找这个无花果，然后呢我看到有鱼腥草，所以我用鱼和腥草炒了个腊肉，做了个焦糖无花果，然后做了个干贝洋芋丝。真没吃过鱼腥草做出来的一个酱。
配无花果。我觉得这个搭配还挺聪明，就是这个鱼腥草上面的这个纤维感，跟一个很多汁很黏的这个无花果，然后你还焦糖了一点点，那真的是外脆里嫩，没想到是这样的一个咸甜的碰撞，我觉得很聪明。很好。如果再给你多一点云南的辣椒，你就更好了。谢谢你，谢谢。奶奶的菜园子这个场景，可能对一些选手来说是一个挑战。奶奶总是希望我们好好的吃早餐，那么这一次其实我就是想好好的做一次比较营养丰富的早餐，把奶奶的一个好的想法就是带到我们身边。没想到会吃的那个这么可以说是全面的，连麦片都有的一个早餐，谢谢你。谢谢老师。平衡先生也是西餐出身嘛，奶奶的菜园子对西餐师傅来说没有优势，现场的工具设备并不支持他们，时间也有限。我在没有学厨之前，我特别喜欢吃豆角，然后这是我学的，是我奶奶烧的我最喜欢吃的一道菜。我觉得这味道很亲切。我也觉得很多餐厅有这个菜，你保留住本身的甜味在里面呢，做得很好。这道菜这没毛病，就挺好。但是比赛来说，不是说你只有好吃就可以，比的是创意，还有你在关键的一个技术的节点上能打动我们吗 ？Hello， 把你们淋上去。这个番茄沙沙吗？对，一个烧沙。所以这个是一个西班牙之类 Spanish omelette， 旁边有一个 cream 是掺在一起吃的。看到里面有很多我不熟悉的食材，就有点紧张嘛，我觉得。恰好看到鸡蛋、土豆跟洋葱吧，想到西班牙的 tortilla 就是用这些食材，所以就做了西班牙的这个 tortilla， 就是好像土豆切薄片，然后洋葱。很多人有很多不同的方法，通常来说做这个菜要1个小时以上，但是我只有50分钟，跑过去拿材料还用了大概10分钟时间，就有点紧张嘛。把腊肉里的油脂提炼出来，用来煎土豆饼，就是有一点腊肉 smokiness 的味道。因为50分钟嘛，我就要快点煮那个土豆，等下不熟就不好。当土豆跟洋葱是大概8分熟的时候，把它们和鸡蛋液混合在一起，很慢活的去慢慢煮它的底嘛，因为它很厚，它的底可能熟了，它的 top 不熟。你可以借我 non-stick pan 吗？你看看有没有啊？对，我就跑过去跟甜哭的借了他的那个平底锅，然后就盖起来了。这个时间我要做一个番茄的 salsa， 就是好像一个酱，加了蒜、麻油、lemon juice， 加点盐，加点糖。这个过程鸡蛋饼大概要熟了，我就在想说，我有什么办法把它翻过来？最后就觉得说，哎，放在平底锅吧，因为这个是比赛，一定会有点紧张的。我不可能像在家一样，还是在餐厅一样 confident， 就心理准备一下，我就2个手这样。1 2 3， 呼了一下，它就幸亏没有破嘛，对不对？它就还是一个大大的鸡蛋饼这样，然后就松了一下子的心，因为大大个的挺美的嘛，对不对？然后我在想，我怎样做这个菜比较 balance， 所以一开冰时就看到 cream 了，我就想说 let's do it， 做一个 cream， 因为我觉得说那个 cream 就是有点肥的感觉。跟那个番茄的酱就是有点清爽，2个味道结合在一起就比较 balance。
那你 Spanish omelet 为什么没有就是选择一点 chorizo 啊，就是腊肠啊、腊肉？你的逻辑思维是什么呢？我用它一点的肥肉，开始的时候来煎那个 potato， 但是我觉得如果我放那个腊肉进去，因为那个腊肉的 texture 很硬，会影响土豆饼软糯的口感。有道理。你特别配了一个奶油，因为你里面不够肥，对，配了一个柠檬奶油，应该有的油分再爆出来了，里面的调味、里面的口感全都刚刚好。很了不起啊，在这样的时间可以出这么多的功夫。谢谢谢谢你 ，Thank you， 谢谢 ，Thank you。奶奶家可以出这个，可以，太强了吧！刘大厨是西班牙 omelet， 因为这个东西还是要很有经验的，它这个熟度以及它翻这个蛋饼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垮，尤其是不在你自己的厨房、没有你自己的锅、自己的器皿的时候。但是出来你怎么会想到在奶奶家的菜园子出来一个这么有点 fine dining 里面的整个摆盘风格，太不可思议了。这个题目的重点就是厨师的想象力啊，要怎么样把这些食材做出让评委比较有记忆点的菜，必须做一些他们可能没有试过、没有想象过的一些口味。其实我是走一圈，看到里面有很多食材啊，有很多蔬菜呀、肉类啊。最后我拿了腊肉啊、腊肠啊，比较家常的材料。我想配一些比较清淡的，我又拿了无花果，现场有泡菜。之后我又拿了泡菜跟牛奶，把这些材料搭配，还是会很有记忆的。第一道菜泡菜跟牛奶炒猪肉。一般吃韩国菜，他也会用泡菜啊、豆腐啊去煮猪肉啊，但是这个口感我觉得比较 full body。加了奶，它会比只是泡菜跟猪肉一起煮，那个酱汁会比较立体性。猪腩是比较油多一点，切成薄片，加一点酱油和淀粉，抓匀下锅。有一些蒜头，跟它慢慢把那些猪油逼出来，然后再放泡菜的汁里面去煮，可以吸收一点泡菜的味道。总体这个可以很快，大概10分钟就可以做出来，所以在时间限制的程度，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第二道菜就是无花果跟腊肠去做的一个下酒菜。其实今天在里面的无花果是没有那么熟，所以我处理也是需要放一些糖，把它烤一下，加入一些应有的甜味。腊肠就是切薄的，锅里面不需要下油，慢火的去煎，把多余的油逼了出来，然后它会变得脆。Spanish， OK 吗？还可以啊，加油啊！谢谢。然后脆的话，再放到无花果上面就可以。最后就是放一些开心果碎，放在上面，增加另外一种口感。家常菜其实很多时候都没有名吗？其实我餐厅所有菜品都没有特别的名，我是觉得这个是非常中餐的概念。老师好。Hi Chef。2道菜口味配搭，在我脑里面我觉得不是奇怪的，应该也有机会可以入局啊。脆的是什么？脆上面脆的是什么？
那个是用杏仁，杏仁跟糖，把糖在锅里溶掉，然后把杏仁切碎放在里面，冷了以后它就会变硬，就切碎，然后放在猪肉跟泡菜上面一起去吃，会有脆的杏仁的口感。我觉得这个配的很好啊，因为其实你们进来之前呢，我们就刚刚尝了一个无花果，只是差了一点点甜度。那你就用了一点糖在 brulee 嘛，是吧？对。那加了一点应该有的甜度，配这个咸的香肠，很好吃。谢谢。我觉得这样的食材你可以找到这么深层次的口感跟味道的，太不简单了，好吃。谢谢。谢谢。有个面线就好了。对。没有了。在这么多选手里面，当时是觉得特别有惊喜的一个，就很家常，但是又不失高级感，所以我觉得这个女厨师一路下来，我自己觉得她是非常有实力的。老师们好。OK， 我做了一个猪肉鸡蛋汤和简单的番茄炒蛋。我觉得西红柿鸡蛋是我最方便做的菜，我奶也会去做给我吃啊，我在家也会自己做给自己吃。加点盐，加点鸡精调个味，把西红柿简单炒一下，然后我们会把鸡蛋简单的划一下，就划完之后，我们再把西红柿跟鸡蛋混在一起炒一下。他跟我说，他是想扳回这一局，从西红柿炒蛋下来，然后又从西红柿炒蛋上去。要想他做什么？哎，先做个西红柿炒鸡蛋吧，爸，再赢回来，再赢一波。真做西红柿炒鸡蛋？对啊，西红柿炒鸡蛋嘛。这个汤的话，我奶奶从小到大都会煮给我吃的，因为那时候也没什么就是各种东西，所以说也就会只拿鸡蛋跟猪肉去熬一个相对于说他们认为就比较好的汤给我们喝。这个汤就也没有说很复杂的调味，也没说很有技术的含量的东西，就凭自己心去做这个东西。首先就是把肉片就放在里面穿了一下，煮点猪肉味出来。之后呢，我会把切好的肉倒进去，给点盐的调味，然后把鸡蛋打散淋进去，全程的调味只有盐。这真的是我奶奶的味道，对。第一时间想到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不会说去思考我是做中餐的还是做西餐的，我可能会更想去表达我想做的东西。我喜欢你的这个番茄炒蛋，每个该有的味道是非常干净，一看到这个炒蛋是推出来的，不是真的是炒出来的。不同料理的一些功底去处理一个番茄炒蛋，它还是会非常好吃。你是做西餐的？对，我是做西餐的，所以那你西餐，但是你做这个蛋花做得很好啊。我觉得这个汤是能吃到是一个很个人的风格的一个味道，是外面肯定是喝不到的。这个汤真的是我就没有改过配方，就真的纯粹我奶奶汤，因为这个是我的一个记忆点，我不会去做任何改变。对，是这样的。我每次去我们奶奶家的时候，她就必须去炖这碗汤，因为小时候家庭条件不好，这个是他们能拿出来最好的东西了。就这个主题，我会觉得应该是跟奶奶有点相关的，对，所以说可能对我来讲说，如果是食物的话，其实碗汤其实对我来讲的话，其实就是比较有记忆的，就是我也不会去，就是即使它好喝还是不好喝，我都不会去做任何的改动，因为这个东西是我奶奶她给我留的一个回忆，对，就是这样子。好，谢谢啊。
这里油在哪里啊？油放哪里的？油在那个这里。第一次这么紧凑做东西，完全不知道有什么食材，所以只能是凭着自己的经验去做了。哇，最好用雞蛋，我通常雞好啲啊嘛。菜园里面，我第一時間看到雞蛋啊什麼的，感覺這個東西很貼近我們生活。我們小時候基本上奶奶帶大的，奶奶時候能吃個雞啊肉啊，這樣就變得很奢侈的。但雞蛋還是有的。以前蒸雞蛋的話，最簡單就是蒸水蛋嘛。後來生活水平好一點的話，就煎一個厚厚的雞蛋皮，包點東西一口燜，你就想那我就做一個雞蛋卷嘛。雞蛋、洋葱啊，腊肉。太硬了，这个腊肉搞不定啊！它摸一下腊肉很硬，我觉得做的时间不够，到最做了一点腊肠。啊，还有木槿花，挺意外的，就会看到木槿花。想做一个汤，我觉得发挥的空间更大一点。我选完材料再去灶台里面找工具的时候，就耗了10几分钟时间。好像我做这个菜就简单。 南瓜啊、洋葱啊、番茄啊，有什么丝就切什么丝。因为我整体的调味比较淡，所以我又带了一个咸腊肠去带味道。腊肠先下锅，用中小火煸出油，用一些腊肠的油去炒南瓜、洋葱、番茄的丝。用手炒菜。 做一个鸡蛋卷，一点海鲜没有让你做土菜啊？对，没办法。炒完丝，再煎一个鸡蛋的皮，在蛋液里加入木槿花。时间还有30分钟。煎蛋没神情，这不粘锅煎得太厉害了。之前觉得我可以打点生粉下去，会更容易煎一点，但我没找到生粉啊，时间太挤了，就一包时间去了20分钟了，我觉得还能工序还没完成，没找到就算了吧，生粉就不要了。时间还有15分钟。哇，咁快脆！因为时间只有50分钟嘛，我想在35分钟到40分钟能拿出来。时间有限嘛，有点压力。 老实讲，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胜算。所有都未知的，谁都不知道你能不能活下去。完成了，终于。老师好，曹师傅好。哎呀，谢谢师傅。哇。 你也这么多功夫，匆忙啊！哎呀，时间原来收完东西15分钟了，摆完摊的20分钟没了，所以就看到什么做什么。用那个平底锅煎2次都没煎成，可能这个平底锅之前用过有点脏了，脏的东西没处理好，后来用个小铁锅来煎。 倒入少许油，让油润满整个锅底，让煎出来的饼更柔软且不易破。匆匆忙忙也算是完成了，做起来非常紧凑。我完成的时候，我听说还有10分钟时间。木槿花本来我想做一个汤的，但是发现时间真不够，最后还是煎了一个木槿花上去点缀一下。 我是觉得这道菜看起来挺清淡，其实里面的料煸炒的还是很香，很有层次感。我觉得里面的番茄啊，外面底部的洋葱，虽然只是一个很简单的蔬菜，但是加了很多应该有的口感在这个菜里面，我觉得很好玩。这个对，同意。就是这个卷，这一口里面还是有不同的这个新的发现，好吃。 谢谢阿娟。
我现在就是希望我的搭档年少有为可以重新录取吧。Hello， 3位老师好。Hello， 这个给大家带来的车其实是一个我的家乡的一道菜，这是一个土豆烙。我其实当时在慢慢把那个幕给拉开的时候，我看到有几个食材，其实就已经有了大概的想法。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一个土豆烙饼，因为这个确实是我从小吃到大的一道菜。梅子菜、丝瓜、土豆。把土豆切丝，把丝瓜切丝，这2种食材它会有互补的一个效果，一个是丝瓜的水分，另外一个是土豆淀粉感。这2种食材互补起来之后呢，这个饼吃起来就不会那么干。里面也会搭配上冬菇、虾干、头水紫菜，它其实就会在里面增加干货的一个香味以及鲜味。然后里面也会加上一些煸干的一个腊肉。增加一点烟熏的一个风味在里面，加了一个鸡蛋，又加了一点点粉，混合到一起，用到腊肉煸出来的一个腊肉油来进行香煎。腊肉油可以把这几者混合到一起，形成一个主要的一个烟熏的一个风味。其实我中间也试了很多次。干食的时候会觉得少点酸，酸的东西，有什么酸的东西？泡萝卜。因为我在找酸的食材，我看到了发酵的泡菜、柠檬的那种酸是会比较偏果酸一点，泡菜的那种发酵的酸更适合这种比较油脂感多的一些食物。加了这种酸的一个组合进去之后，我会觉得非常 balance。建议大家吃的时候呢，搭配上面的一个酸菜。酸菜是刚刚找到的吗？是的，是的。怎么样想到这道菜出来？因为其实一想到奶奶的味道，我脑子里第一个想出来的就是这个菜。那个时候是他带大我的，所以说每次放学回家之后，他都会把这个菜准备好给我，这是我童年的一个记忆。就是我吃你的菜，我觉得很开心的是，你怎么样都是保持了自己的一种味型，是别的选手没有的。年少有为的他这种对于海草咸鲜的拿捏是很独特的。我可以但是我感受到你小时候的一个童年的一个感觉。谢谢3位老师，谢谢。那调味也调得很好。没有他的东西呢，就是很有自己的一个味型。哇，师傅，哎，你好，太多时间了啊。就是一个家常菜，大概就这样的理念做的，没有想法，就是拿到就做了。很好，谢谢。我都想配碗白粥了。是的，谢谢你。每一道菜的该有的这个功夫跟这个质地啊等等都是非常到位的。谢谢。就是一个家常菜的一个感觉，但是吃得蛮舒服的。那这个茄子啊，那熟豆啊，这个萝卜的甜味、鱼干的咸鲜味，全都在，很舒服。就是炒碗粥。米饭粥，粥，这是米饭，对，奶奶最喜欢煮白粥了。谢谢师傅，谢谢你。你好，老师好。哇，我用素菜做了一个荤汤，想把丝瓜的这种鲜嫩和番茄的这种酸，加上北方爱吃的胡椒，做一个口味的平衡。我是觉得很清爽。谢谢老师。很多时候吃到这样一些菜是对蔬菜本身很珍重的，其实我是觉得很高兴的。谢谢老师。Hello。哎，你好。哇哦，
我还是跟我在家里给小孩做菜一样，就是把菜啊、肉啊、蛋啊都包进去。我觉得你蛋皮的这个火候拿得刚刚好，很干净，很没有负担，我觉得很好。我做了一个就葱油散样，他就考你，他一点海鲜都没有。哦。这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味道，我奶奶总是会在小海鲜里面加一点黄豆酱，我觉得这是我奶奶的一个味道，也是她教我做鱼的第一个做法。非常窝心的这个两道菜，而且是绝对感受到你小时候的这个亲切感的。谢谢。我呈现这一道菜，它就是儿时每个家庭都会有的味道。我小时候也吃过，是吧？我觉得吃的更多是一种亲切的这个回忆。谢谢老师。谢谢。OK， 给我们出难题。That's a surprise 。现在复活赛所有菜品评审完毕，晋级名额仅有6位，请评审决定复活人选。你要在这个比赛里面胜出，做出来的这一道产品，一定要说让我觉得很惊艳。他们还是厉害，但是很可惜，就是复活名额还是有限。首先从第1位晋级选手开始公布。现场的氛围会给我有一种无形的压力。经过我们3位评审的评分，最终我们决定，重新入局的选手是大厨刘永康。接下来第2位晋级的选手，小厨甜哭了。我听到甜哭了他入局的时候，我真的非常开心，对，心里就会想，哇，那下一个会不会是我？因为名额还够多的嘛，18个人有6个人能晋级的，挺期待自己能在名单里面的。对，我觉得还好，没有太多的压力。我心里觉得应该还是有那个机会可以入局的。第3位重新入局的选手是小厨土菜研究员。说我晋级了那一刻，对我来讲是一种惊喜。我们这种做家常菜、做土菜的时候，也是被认可的。第4位晋级的是江婉玲。挺忐忑的，走了这么远，谁都想再往前走嘛。但是到最后，谁都不知道你能不能活下去，都是未知的东西。会觉得慢慢的可能会有点压力了，就是哎呦越来越少的，然后也没有我，就会觉得我是不是要被淘汰了吧？就可能。接下来第5位重新入局的选手是大厨曹思全。最后晋级的是年少有为。6位复活的选手，恭喜你们重新入局。剩下10位选手，非常遗憾，你们将离开这个竞技舞台。我其实复活了之后，
没有特别开心，因为很多很优秀的一些厨师，你非常好的一些朋友，他就这样离开了，哇，真的好残酷啊！比赛总是有人入局，有人出局，但不代表大家不优秀。我觉得每一个都很优秀，每一个厨师都有自己擅长的菜系，或者对自己最擅长的食材的理解。我觉得这次比赛对大家都是一个很宝贵的经验。其实到最后，输赢不重要，比赛的过程是最重要。比赛里面交了很多不同的朋友，互相交流了不同的菜系，找到很多没有听过的食材，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3位都希望可以在不久的未来，在你们的餐厅或者是在美食江湖跟大家再见，谢谢你们。继续加油啊！感谢。太棒了，正好，你要为。哎，不能这样作战。哎，没事。是吧？好，哎，好。加油！加油！后面的。哎，我跟你说，你们俩真的是我最看好的。恭喜！好，哭了。别哭了，也可以进中厨了。你就知道你行，我在云南等你。眼泪不是，开心是不是？没有，我们江湖欠嘛，你哪里没有哭了，就眼泪自己掉下来了。因为从这段时间的友谊，然后不同的菜系的理念的交流和沟通，所以我会觉得很不舍得他们。就是其实我淘汰了，我并不想哭，但是你说这种，就是本来我们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但是因为这个节目聚到了一起。来，我要握住你的气运之子，加油！好，加油！你会发现大家身上很真诚、很美好。大家都是很爱这个行业，并且愿意去推动这个行业的发展，我是很开心的，能认识这么一群人。但是对我来说，可惜的是没有办法陪他们一起玩下去了。这边的，对，加油啊，留一个就好了。20%留一个，没问题的。我希望我们的年少替我血耻，也希望兄弟们能坚持住，且没有退缩的再往前走。拜拜，谢谢老师。加油，拜拜，谢谢。拜拜。神仙打架在台上，封神一口在桌上。上美团 APP 搜“一饭封神”，吃节目同款美食，用美团团购，封神美味找得快，热门餐厅订得到。哇，这不是一个斗兽场吗？哇，有点起鸡皮疙瘩了。哇 ，pass 台这么大，要做多少人的菜啊？哎，它分两个阵型而已啊。那也用不了这么多人呢，一组。有没有发现什么东西？应该是2组。蛮期待的，还兴奋。忐忑。欢迎来到第3局比赛 ，Surprise me， 好玩了，团队战吧。他应该是要分组，但是他怎么分？前面打后面，哇，后面打后面，哎，这也是哦。兄弟你小心啊，辣椒，你看你后面有是谁？本局比赛为大小厨混合团战。接下来公布比赛主题。哎，东南西北。春夏秋冬倒也有点意思。鲜辣酸。海陆空啊！哎呦！哦哇哦！什么东西啊？哇！是什么？起鸡皮疙瘩了。本局比赛为大小厨混合团战，获得票数更少的队伍全员出局。好残忍啊！这个比赛最困难的是时间不够，不可能够的是。
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快！快跑，快跑，快跑！快盘子快一点，回来倒汤。又要重新来了。哦，我知道我们现在做已经来不及了。吃水都有了吧？怎么会差着呢？哎呀，我的妈呀！我替他们着急，这哪有时间啊？本轮的隐藏规则是：哇，有搞错啊！好紧张啊！太难了，太残酷了吧？这回是太刺激了，去年也没有这么过分的啊，完全没有。大家好，我是年少有为。夏天正是云南君子最鲜的黄金季节。今天呢，教大家一道在家就能品尝到的云南鲜料理——牛肝菌魔芋爽双重奏。首先呢，我会用中式香料油对新鲜云南牛肝菌进行低温油封，还能锁住菌子的独特鲜香。封膜，然后去进行油封，让这道菜增鲜又能丰富口感的秘密武器来了，那就是卫龙高鲜牛肝菌魔芋爽。它也是甄选了来自云南的牛肝菌，为了还原一口山野鲜，先将牛肝菌控温烘干，再覆水炒制。和我刚才做的油封牛肝菌不同，它的牛肝菌会更清爽脆嫩一些，二者搭配就能感受到牛肝菌的双重醇厚菌香。然后我们来进行抓匀，而且它里面 Q 弹的魔芋爽也会让整体口感再上一个层次。不光口感更加鲜香爽，而且足不出户就能品尝云南鲜。好了，我们的这道卫龙牛肝菌魔芋爽双重奏就完成了，大家快来试一下吧。每周3、周4来腾讯视频看《疑犯封神》第2季，12点 SVIP 更新 ，VIP 次日12点抢先看1周。每周5、12点 SVIP 惊喜加更，看更多正片未播精彩内容。每周6、12点 SVIP 更新会员专享衍生疑犯小馆，畅聊正片幕后。每周日精彩衍生疑犯家常菜，看大厨教你做家常菜，更有各种精彩花絮不定期放送，不定期惊喜直播等你解锁。中国味道匠心酿造，本节目由400年正宗中国味海天独家冠名播出。尝美味享优惠，封神餐厅订得到。本节目由让你顿顿都封神的美团团购联合赞助播出。小象超市30分钟快送超市，感谢节目官方食材供应商小象超市赞助播出。疑犯封神尝百味，一杯宫酪品匠心。本节目由一口爱上中国味的宫酪酸奶赞助播出。好水煲好汤，好水煮好饭。本节目由每一滴都有源头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Como 管家厨神到家，本节目由一句话就能轻松做好菜的 Como 全屋智能赞助播出。疑犯封神更懂美味，麦麸迪解码天性更懂犬猫。本节目由麦麸迪指定赞助播出。卫龙高鲜牛肝菌魔芋爽，鲜香爽。本节目由卫龙魔芋爽赞助播出。来一瓶万益蓝小蓝瓶益生菌，吃喝封神好搭子。本节目由万益蓝 Wonder Lab 指定赞助播出。疑犯封神正版授权小游戏，加入疑犯封神小厨神，秀人间烟火气。疑犯封神2联合微博发起多地文旅送食材上疑犯封神活动，多地文旅官微热爱美食的朋友们都积极投稿参与，十分感谢大家的喜爱与支持。疑犯封神2联合微博发起疑犯封神2观后感活动，上微博搜索疑犯封神，进入话题页参与活动，将有机会解锁精彩福利，快来分享你的追踪观后感吧。我认为能够体现一切中国特点的饭菜都是宝藏。中国太大，地理环境、民族、气候有太多的不同，造成了千差万别。努力地品尝到更多的味道，这就是一个打开中国食物宝藏的一个过程。上微博进入疑犯封神话题页，为你喜爱的厨师打 call。上微博参与疑犯封神话题讨论，获取更多独家精彩花絮。上微博参与疑犯封神2二创大赛话题讨论，赢取更多精彩福利。上微博参与疑犯封神2观后感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关注新浪娱乐，精彩内容早知道。下载网易小蜜蜂，看更多年轻人的朋友圈。超1000万留学生都用有道词典 AI 同传。上1点资讯，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西窗竹 APP 品味中国诗词之美。上知乎参与疑犯封神2问题讨论，参与知
知乎剧综圈子活动，解锁惊喜好礼。上百度 APP 搜索百度娱乐 ，get 更多娱乐精彩独家内容。上百度搜索《一饭封神》第2季，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一饭封神》，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看新闻用 Zaker， 关注最新节目资讯。中华万年历 APP 陪伴成长，记住一生乐趣。就是检验这些创新最好的地方。一饭封神，它更像赛会制的比赛。哇，这是什么？这是要干什么？一个厨师在这个场地里，他都容不得半点差错。忘了酱需要一个 OK 泵。喂，着火了！一点点失误，可能你就往前走不了了。不好意思，你的结果是出局。这个结果反而是我不能承受的结果。上微博参与一饭封神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你的结果是录取。哇！我觉得一饭封神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烹饪，让他们去想怎么用食物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这就是对中国美食巨大的贡献。